在我们修行之中，在我们的菩提的弘法的机构之中，有的人就很容易听得懂师父讲的话，听得懂才能去用，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我讲的话呢，都是自己完全理解的并且是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话。就是这样的白话，有的人真听得懂，有的人真听不懂。可是为什么有的人会听不懂呢？有2个大问题。第一，你的愿望可能还不够高度和正确。你是不是想去所谓的帮人、帮助别人，用慈悲心去利益众生？第2个，真想听就是听不懂，遇到事情就被障碍住，是你的根基。根基是什么呢？就是此时此刻的你这整个生命的基础。那个基础叫什么呢？就是业力。业力其实分2部分，一是善业和恶业。通常善业都称为叫功德福田恶业几乎叫罪业。实际上业力本身就是叫行为之后产生的作用力我们把它称为叫业力，就是你的行为的好坏而产生的作用力。这个能量场一直是伴随着你的。当业力深重的人和功德比较深厚的人同样来跟我学法，同样听师父来讲道理，那么他们2个的觉悟完全是不同的，就是觉悟的速度，它最终是决定在速度上。有的人一听立刻开悟，我觉得哎呀，师父讲的有道理，弟子理解了。有的人听啥呀？讲啥意思？那这搞半天就是弄不懂，甚至是障碍一生。那我刚才说是一个时间和速度的问题，所以慢的速度，业力深重的人有多慢呢？等来世吧。这一生卡住，一生卡住的有多种原因呢？我说的是说我每天我悟，每天在悟，我就等一生吗？不是。有的人拍屁股走人了，讲的啥呀？我都听不懂，走了，怎么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啊？是不是师父偏向他呀？怎么他就听懂了？你肯定背后给他讲了，你肯定背后给他有所启发，怎么我没听懂呢？实际上是我们的业力的差别。对，人家功德深厚，就是有功底啊。对，所以每个人他的功底他的这个也叫做业力的基础它是不一样。你看有的人生下来身体就很好，对不对？有的1岁开始举杠铃信不信由你反正我见过周岁纪念的时候，很多家长拿着各种各样的玩具给他看，比较武功型的、修理功型的智慧型的经卷型的各种各样的玩具。有些孩子过去就拿起一支笔来，这未来就可能意味着将来可能是读书的人。对，那有的人呢就拿起个大榔头来，反正不是工人就是黑社会的对吧？有的人过去拿起个饭勺子来吃货，就是所以有些孩子他也摆了很多玩具念珠各种各样的，这里头只有一个原来前世他用的东西，就是一个老人家临去世之前用的东西，通常不会吸引小孩子的那个眼神，对不对？这个可不是父母教的，没办法教的。那些去来测试你的人也会把你的孩子，你教了都把你搞糊涂了，一定会选择你自己没直觉就要抓住的那个东西。这多数的孩子哪个东西颜色新鲜就抓哪一个，哪个东西像动物就抓哪一个。可是就是他那个转世的那个人，就会拿起他前世用的那个念珠或者那个饭碗来，这个很奇怪的。我就认识一个这个家长，他的孩子曾经被选为这个转世的小活佛，当时测试，让给弄回来了，说不是，说去了之后
有一个彩色的塑料的念珠，还会放光，里头装的电灯的那种。他的小孩子一把就把那个抓回来了，所以人家把他孩子送回来的时候，他那孩子还紧抓着不放呢，叫他妈臭揍一顿，打的屁股都放光啊！对他妈就生气，你为什么不抓那个老的那个呢？他孩子一哭啊，我就喜欢这个，我就喜欢这个。当时我也不懂，哎呀，我也生气啊，我也怕着你被选上，哎，需要帮忙吗？帮啥忙？我帮你揍他吧。你为什么不抓那个旧的呢？好，这是前世的这个功德根基哈。对，所以我们没有这份功德的，看到人家发财了，女人看人家长得美了，啊，人家有权势了，啊，人家总是那么有好运呢，就很生气。但是看你运气不济的人呢，我们除了说业力的这个认识之外，我们再看看他的很多行为呢，就会发现小气、吝啬、特别自私，啊，这个特别爱占人便宜，啊，爱说谎，爱欺骗，爱偷盗，爱耍流氓，啊，反正很多坏事都是让他给沾了，哎，一般就是，所以命运比较差的人呢，他这些就是特别自私的这种行为就比较多。你想一个人自私到什么程度呢？就吝啬人。我见过有一个父亲，吝啬到什么程度呢？我给大家分享出来哈，你来评价一下。他50岁还是52岁，肝癌就死了。他有3个孩子，这位父亲也是有职业啊，在服务业当中正常的职业啊，每个月都有工资有收入。小孩子运动多，饿得快，对不对？等孩子放学回来之后，都是找吃的，肚子很饿。可这个父亲要把他那个能吃的这些干粮这些东西，一定要挂得高高的，孩子保证落2个凳子够不着。到晚上吃饭的时候，他父亲要逼着妈妈少做一点，少做一点，节约一些。可能也过去穷怕了，但是这么节约，导致他的孩子大姑娘18岁就跑掉了，不知道去哪里了。5年之后带了3个孩子回来了，跟人跑了，啊，2儿子偷盗进监狱了，3孩子打死人了，因为都想逃离这个家庭。这吝啬到这个程度，那就是伤害。那这种人要开悟不可能的。所以他这么吝啬，他还特别生气。等那孩子好不容易翻到一块饼给吃掉的时候，他就气炸了，头上能冒火。所以早就去世了。那么他像这种人来世呢，还会继续受苦，他这个业力会带下来，甚至把前世的个性都能带回来。所以这个功德深厚的人，那么他就比较容易得到富贵呀，这个吉祥啊，这关键的时候他都是走的是对的方向。人生经常会遇到这个3岔路口来选择，我是往东呢还是往西呢？有的人说我也不知道，我就那么走就是对的。对，这就是有这个福气有功德所致。对，这就是善业比较多，恶业比较多的，关键时候都选择的是将来让他出错的事情。所以我们想更好，我们也更有智慧，甚至说我要修健康，我要修美丽，我要修长寿，我要修我的子女都能吉祥如意。那就要多做功德。在我们小时候，我遇到的这些高人，他都能看相，都能算卦。有些时候师父一看那个，哎呀，别看了，你问的事儿也好不了。说一看你长那个相，不是长得丑，一脸苦相，你问的也没好事，结果也不会太好，因为你就是苦命人。但是人家来了，还得安慰几句。哎呀，未来还是不错的，明天总是会更好的。到走的时候放下2块钱，不用了，我可以多给你点，赠送一点粮食，你拿回去吃。师父返回来还要给他们
钱和粮去供他，因为他确实是穷命、苦命，没什么好事儿。越苦命的人越算卦，因为总遇到倒霉的事儿，总是遇到倒霉的，这就是业力啊。富贵的人不在于说，因为你赚了钱你才去布施，不是这样子的。只是你有那个善心的话，你虽然很穷，你还经常想帮人。你想谁有过这种感觉？有吗？有。这样的人就是富贵命。可能你此时此刻可能钱并不多，你没有更多的财富，但是你的未来一定是富贵的。对，那么好，现在比如说，哎呀，别说那个，我已经很有钱了，但是你花钱的时候像乞丐一样花钱，像我刚才说的那位父亲一样那种，你就是天生的穷命。现在有钱，未来一定要倒霉，钱也不是你的，那将来你就是穷命，就确定了。未来不会富贵的。你如果是富贵命的人，你现在并不富裕，但是你经常想帮人，这一定是注定的富贵。我举一个古代一个超级大英雄，叫朱元璋。他家里饿死了很多人，他中间还出家做和尚。他不认识一个字，他不可能有钱读书。出家做和尚之后，师父叫他读书，读经文，会看书写字了，但是有点开悟。那么有一天，他们这个县城里的这个大财主请客，这个财主很势利，就是只看钱的，只看这样的有权有潜力的人。他说如果给他来，他过生日嘛如果给他来贺寿的庆祝一个大生日，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人，在当地这个县城里，你要给他要缴多少钱，就是作为贺礼，送贺礼不能少于这个10两银子，那已经很贵了，就现在等于几万块钱。朱元璋没有，等进门的时候，他们来分配，你给银子多少，就坐在那面。比如给银子多的，坐在西面的屋子里去。他进去没银子说请问先生，你那个带多少钱的贺礼来？100两。这100两没人送这么多呀。那么10两左右都跑到西屋去了，说我就坐东屋去吧，因为我是掏钱最多的，其实根本就没钱这是一种气势。等他有了钱呢，后来他就领兵打仗，等他有了钱之后，不是装到自己口袋里存起来，将来买房子将来娶老婆买牛马，他不是这样的，分给兄弟们就是这样一种豪爽的大气。一个特别大的成就的，在过去征战的人，除了很野蛮之外，其实也是很大气。所以中国人认为古代的帝王都是有天命的，但是确实我们作为普通人和所谓的一些超大的政治家相对比的时候，我们觉得是有很多的差距。比如说对于财富的看法上，对于钱财的使用上对于你所追求的存款和过去农民叫田产，就是你有多少田地，还有现在有多少个屋子，大政治家的想法，大哲学家的想法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你觉得我有多少套房你来炫耀，可能一个大的政治家，有很多穷的确实请客都要去借钱，但是很杰出的。和超级的思想家相比的话，说这些都是粪土，1分钱不值。追求有多少存款，追求有多少套房子的人，最多就是个小地主，就是你的境界就是如此低下就像一个看门狗一样，看着你这块地就不值得一提。所以我们这个真正的富贵的命，对钱财既爱又不爱是他的这个价值观世界观是不一样的，就他更善于使用
人世间所看到的、所重视的一切财富名利。那么更低级的人是想方设法将这些财色名利守住，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地主。任何风吹草动都可以让他倾家荡产。他精神境界的格局，他不是整个的世界。所以回到我刚才讲的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有人问他，那时候他还没当皇帝，说大哥，我们也是经常是流血死人，那怎么赚了钱有了财富你分给别人呢？你打仗难道不是为了赚钱吗？他说一句话，我的目的是天和天下。那这个人就去问下面的一个将领，说每一次打仗，说你们的首领朱元璋把钱分给你，你就特别欢喜，每一次要喝3坛酒，你为什么？他说打仗不就是为了赚钱吗？对，赚钱的人跟着他跑，他呢就善用这些钱，而赢得更大的那个世界。所以有些人心里装的就是钱财，有的人装的天下，有的人装着的是慈悲。所以他这个境界的差别，就决定了他未来的这个阶级的高度，人品的高度和好坏。这个差别就是反映在我们的智慧上的差别。所以你和一个大的政治家、哲学家、修道家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哎呀，我送这个礼能不能拿出手？别人会不会笑话我？可是你背诵礼的这个人觉得，你给我送过礼吗？我早忘了。他的脑子根本不在于钱和物上，他的脑子可能在一种哲学的道理上，所以差别太大了。所以因为这个精神境界的差别，决定着你的所有的行为上的差别。我们想提升我们的高度，可是因为业力问题，我提升不了，我没有办法去觉悟。因为你的境界越高，你才会大富大贵，大富大贵到极致。因为很多人修到的最高的境界是天上地上一切诸神都能去护佑他。当一个人修到那个天女散花来去歌颂他的时候，从天上看到落下很多鲜花来，甚至你能听到天女的歌唱，那个很美妙的那个声音就出来了。可是没有人去放什么音乐。当你的精神高度本身你的追求是极致极高的时候，而不是物欲的时候，那天神都会来呵护你，都会和你交朋友，都来保护你。因为人都是自私的嘛，你世界上出了一个人，就是人的身体，可是超越人的，简直是最慈悲的神的心理。他觉得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你是太珍贵了。所以才古代人中国人也尊称这为上人，这是上师，就了这样的称呼，甚至是圣人。对，他是没有那个物欲的色欲的追求。就是当我们有这份功德根基的时候，我们容易领悟更高的智慧。领悟更高的智慧，这个过程就叫开悟。当开悟到极致的时候，即是我们所说的觉悟。这个过程中若干次的开悟，这些可能还没有达到最终的那个最极致的这个觉悟了但是所以最难得的是你有第一次的开悟，这是最重要的。对，第一次的开悟就是说，我今天看师父的书，听师父讲道，觉得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这种感觉就是叫开悟。它可能需要若干次积累，最后才变成大的觉悟当觉悟的时候，你在看这个世界，虽然看人是人，鬼是鬼，东西还是一样的，但是你的感受是不同的。那么想让我们达到更好的有这个智慧，有这种功德，那我们就要去做功德。功德是做出来的，无论是精神里的做功德，还是行为上的做功德，都是要做出来的。说你的命运好坏，就是讲，那你做好事了吗？光想好事，这叫
精神里的做。那么你行为去做，行为的去做，这个才是算数的。你功德障才主要从行为上来表达了。说我现在做的是骗人的，你就没有这份功德，甚至还有罪过哈。因为记账的那个神灵，就你做的时候，你的起心动念的本身就已经为自己记了账了。就像你的手机，你给谁拨了什么号，它自动都存在手机里的。所以有人说，哎，我做一个事情的行为，就有神来看着我来记录吗？这么多的人，神有多少人专门来记录呢？不需要那么记录。就像我们用过的手机，你拨过的号码，它是自动的存在这里。所以等有一天你死了，到神来审判你的时候，你自己就是一张表，电话单就在这里，一目了然，就来给你判决。大家看过那个韩国电影了吗？哈，与神同行。我相信很多人看了之后很惭愧，对不对？你将来能超生吗？一般人肯定不能，都会留在地狱里了。就是说，能够从地狱中这个解脱出来转世，再转到富贵的命相之中，这个人不多。就当你一时贪念一起，就会下地狱，就会被卡到地狱里头。我觉得他们审判的有点严格了，审判的有点严格，因为那是阎王爷的官。我个人是信佛的，心里头多少有点慈悲。现在我们坐在这儿的，几乎都过不了关的人跑这儿来了。你不能与神同行，只能与我同行啊！好。那我们想有这样的智慧，这样的高度，一定要去做。我做了善事，我光想善事，本身就是很好的一个动机哈。因为你所有的具体的动作行为，一定是先有思考啊。所以当有一个善念升起，即为善人；当有一念慈悲升起，即是慈悲的人。你可能早晚有一天就开始动手，我就是变成慈悲的人。本来要伤害的，我就淡化一下，不伤害。这个都是一份功德，都很重要。好，所以要想做一个好人，要想功德无量，要想智慧无边，要想吉祥如意，要想富贵吉祥，一定要去播种功德。严格来说叫日行一善。日行一善，你的意念之中，你做了一件善事也可以啊。你每天总是在和人交流交往，对不对？今天你原谅过别人吗？今天你帮助过别人吗？今天你有去布施过给人吗？对，其实每天要做，每天都会有的。所以只有这样去积累我们的功德，我们才会到关键的时候，我们才会选对路，走对路，说对话，做对事。所以你想，你关键时候走错路，说错话，选错人，做错事，入错行，嫁错郎，再娶错妻，天天叫人踢，这就更麻烦了。所以这一切的错，一定也都是叫业力。所以改变它的方法，就是心理行为之中要常思善念。再高一点的境界，就是叫慈悲做主。你做所有的事情，一定要记得自己是个慈悲的人。慈悲和善还有不同，慈悲就更严重的、更好的善良，极致的善良。所以做慈悲的事，做善良的事情，我们才会获得慈悲和善良。就像我过去说的话，就是付出什么得到什么，就一个道理啊。对，所以我们很多的方法，包括是念佛，但是我们一般在来自于不同宗教背景的人就会说，你念佛的这个行为就会太过分的宗教崇拜了。我们今天忘掉宗教的话，我们去崇拜一个最慈悲的人，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崇拜慈悲，我们热爱慈悲，那就一定是
用最爱的心去爱整个的世界，爱所有的人类。那人人都有这样慈悲正念的话，这个世界上就是不必要的伤害就会得到了约制和减少，才能真正的促进世界的和平。虽然是人生之中常常烦恼也很多，但是一旦战争来了，人人不叫烦恼，就会痛苦。在战争之中，多少人家里的儿子和丈夫成为炮灰，死在荒郊野外，有的被炸弹炸飞了，连一块尸骨都找不到，不知道哪一块肉是自己亲人的。无论是站在哪一派，谁被那个炮弹击中的时候，谁都会血肉横飞。那么谁的家族之中的所有的亲人呢，就痛苦的要死啊！如果你还有未长大的儿童的孩子呢，还有年轻的妻子呢，就成了寡妇小孩变成孤儿，那才是真正的伤痛所以慈悲心对于来去平衡人类的这个战争，平衡人类的这个争斗心，为了自己获得而伤害这个是我想我们倡导慈悲是太有必要了。所以我们这个念佛号去恭敬慈悲，恭敬最慈悲的人，这个不是宗教行为，这是叫慈悲行为，这是爱世界的行为。所以我崇拜的不是说一个神创造了世界，我崇拜的是一个人变成极为善良。如果人人都成为这样善良的人，世界上少了多少伤害呀！大到这个全天下的一切众生，小到你家庭的不愉快，如果心中装满了慈悲的话，这些问题都能化解掉的。所以我想呢，哪怕时间短我想也带大家念一会儿佛，希望好。我们修行，我们念佛还会产生一种非常吉祥庞大的磁场。我们用现在的物理学来说实际上它超越这种我们所说的这个词语的它会有无限的吉祥能量，能帮助我们得到它得到这份能量的加持。本来不应该是你的健康因为你这份慈悲心，因为我们这么多人一起发出慈悲的心来一起共同的产生联合到一起的这个慈悲的场它会产生能量。这是释迦牟尼佛年轻苦修的时候的像，他非常努力精进的苦修，每天只吃一顿饭，一顿饭只有1粒米，所以他的肉体上饿到了皮包骨。他要通过这种苦来感受生命的全部，来解读生命和人生。这里还能确定是说，一个人经过苦去感受这个世界，才会产生无限的动力。因为他生在皇宫里毕竟比我们吃得好喝得好，又受人尊重。他到山里头没人理他，但到最后是苦中而得到快乐，在苦中得到解脱和智慧我希望说我们现在有缘能够看到他，得到释迦牟尼佛他最初修行的那份能量的加持修的时候也挺苦，但是要以苦为乐，度过一切的难关所以希望来增加大家的定力好，诵念开始。点头唵贝堪则贝堪则
Deya
我们最认真的诵念。那么在诵念的时候，我提醒大家哈，我们真心诵念，我们这么多的人一起真心诵念，用最恭敬的心、歌颂的心、慈悲的心来歌颂佛菩萨。那么会出现很多种神奇的现象，有的就是光芒照在这里。我现在看到的，我们诵念这个咒语的时候，是白色的观世音菩萨坐像在这个虚空之中再给大家加持。就是当你的真诚诵念之后，你的
罪业、你的疾病、你曾经受过的伤，就像那个黑色的云、灰色的云那样，它就飞走了，从你的身上就飞走了。我们的身体就变得透明而洁净，我们就得到了健康，得到了快乐，得到了智慧，就越真诚越好，越真诚越好。所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真诚的心。还有再就是你的亲人，无论是长辈还是晚辈，去世在地狱受苦的话，你就不可能安详得了。所以想到他们在那里受苦，你同样在人间会遇到很多的障碍和痛苦。所以要向你自己去快乐和智慧和解脱，要真诚的诵念，只要佛菩萨的光明一到，那么他们就会从地狱中升华出来，会随着你的意念去到达那个世界。你送他去天堂也好，耶稣那里也好，极乐世界也好，都是可以的，会随着你的愿望而到达。好，再继续。Kade Soha
南达萨摩嘎德梭哈耶安他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南达萨摩嘎德梭哈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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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吽贝堪则
被看见，马被看见，人在沙漠，嘎地索哈，天堂红被看见，被看见。马被看见，人在沙漠，嘎地索哈，天堂红被看见，被看见，马被看见。人在沙漠，嘎地索哈，天堂红被看见，被看见，马被看见，人在沙漠。嘎地索哈，天堂红被看见，被看见，马被看见，人在沙漠，嘎地索哈。天堂红被看见，被看见，马被看见，人在沙漠，嘎地索哈，天堂红被看见，被看见，马被看见，人在沙漠，嘎地索哈，天堂红被看见，被看见，马被看见，人在沙漠，嘎地索哈，天堂红被看见，被看见。马被看见，人在沙漠，嘎地索哈，天堂红被看见，被看见，马被看见。人在沙漠，嘎地索哈，天堂红被看见，被看见，马被看见，人在沙漠。嘎地索哈，天堂红被看见。大家念的都很真诚哈，就是真诚的这个意念，这样的慈悲心，我们所产生出来的这个能量啊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刚才大家诵念这个能量是非常统一的，
就通天达地的那个，像光一样往天上冲，啊，那菩萨就会来帮我们加持我们。后来有我都说不清楚，我也不认识的这样的神灵，就来从天上来帮大家。有的我看不懂这是拿什么，把你身上的某些东西再往外拿走，啊，也许你都不知道哈，真诚啊，真诚的心，神灵、佛菩萨瞬间就收到，啊，真诚很重要。我想起来好几年前，有一个就是与这个功德业力相关的一件事情，一个姓王的朋友，一个姓张的朋友，都是很好的大学毕业的这样的高材生，经过1-2个月的这个投简历找工作，各自都有3、4家高科技公司来录取他们。因为小王有4间公司录取他，我是分出来 A、B、C、D， 小王去第一个。当时他推荐第一个公司呢，就是现在的 Facebook， 第一家是那个，我说就要这一家，第一家，嘱咐他一定要谨记一门深入，不要朝三暮四，就是你要在这待死他。那么第二个就是姓张的那位他的朋友，就是我在其中选了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名字我忘记了，因为他们发资料连照片都发给我了，我说小张危险，我说你就盯死这一家，也是一门深入，不要朝三暮四。我们现在说结果吧，因为他俩就都是按照我们说的公司找到工作，都是好公司。那这个小王呢，到现在发财了。他们那里入高科技的公司是给股票的，像做的特别好的这些工程师，公司会拿出很多股票来分给你。几年以后一上市之后，社会各界对他的公司一认可，订单一多，马上1块钱的可能变成100或者是更多的钱数，所以公司分给他的股票随便一卖就几百万。所以小王现在发达了，身价至少几百万，买了个超大的大房子，几部汽车，只有1房7子那这个小张呢，他就不一样。我担心的这个小张不一样。小张呢，这几年以来换了差不多4、5份工作，调换了好几家公司。我们说一门深入，抓住不要动，对不对？你不要变。结果他从那个G的那个公司跑了，说是看不到希望，有一个即将上市的新公司，就听说第二个公司他去了不久就破产了，他又在找，所以到现在身无分文。其实小张总想找一种技巧找到最省事、最能赚到钱的方法，可是这样换来换去，以为抓到一个财富了，其实就是空了，就抓到的是空的东西。就是他公司给他的股票也没有兑现，因为他没有按照合同期待下来。比如说给你签约待够6年或8年，这股票就是你的。如果你提前解约走了，这股票你要还回公司，所以到现在就没有任何存款。老大不小了，听说太太也跑了。对，所以就是说，我当时担心的东西是什么呢？我担心的不是他的好动，因为他给我看一个大头照嘛，就是简历，就像护照上那个照片，你看不到他动。我看到是他的面相当中的福气，他的面相之中，就是没有这份功德，没有财命。按照古代的那个命相学来说，我看到他这个脸之后就知道，他就是2两银子的命，这一生应该穷困潦倒，但不知道怎么头脑那么好使，读了那么好的大学，是吧？他当年读的中国最好的学校毕业的，可是你只是有那种读书的智慧，可是你没有享受人生富贵的命，这很矛盾吧？你看，一般说聪明就能创造，对不对？是，创造也不是你的，你要记住就像你抓鲶鱼一样，你抓住鲶鱼的身体一划就走了，好像你捉住了，但最终你没有获得它。所以我看到他那个相的时候，就是他的功德不够，所以他的
功德不够在他的面相上都呈现出来。所以我们修行之后呢，我们的面相、手相、身相都会改变。有的过去那个干巴瘦的手，一摸就干干的啊，练一练之后就柔软了啊，像抹了油似的。实际上没有，再修，一个没有财命的手，要修一修之后能修出财命来啊，能够五岳朝天啊，你的手上有几个包就鼓起来，就是你那个原来的那个皮糙肉厚，最后修的是就是颜色呢红润啊，细滑，弹性，像五花肉似的哈，哎，有嚼头那不行，那成吃肉了。就是它的弹性、柔软、颜色都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修一修之后，我们的命相都会改到长命、富贵、吉祥、福气、能量啊、智慧，都会变成这样的相。只要修就能改，就是我们的脸相也能改啊。当然不能说改的不像你父母了哈，虽然像他，但是就是该颜色好的地方要好起来，该鼓的地方要鼓起来，该挖的地方要挖起来，对不对？长酒窝的地方长出俩角来，那像啥呀？那是河马啊！对，所以说这个好相当中它是有讲究的。你的骨头并没改变，但是我们的视觉和气色上都会改变。那你的心呢？很多女同学看长个柔软相，实际上内心像母夜叉一样啊，养着俩鬼一样的那样的啊，非常的恶劣侵犯的心，这变成真正慈悲柔软的心，那个不是叫不厉害了，这才叫真厉害。因为无往而不胜，不打仗都能赢，不说话都能有道理啊，那叫什么呢？那叫智慧。所以你能修到那个程度啊，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要特别的认真，要恭敬的心，歌颂的心啊，去这样诵念。我在诵念的时候，就是也不知道我的存在与否，我感觉到我的全身跟着我一起在诵念，没有做具体的想象，说每个细胞在诵念，没有，就是一个整体就在诵念，没有其他的，整个身体都在诵念。希望你能解读这种感觉。好，再想做功德回向的同修，现在我们的修行的它的贵重程度是什么样的呢？在这个班上有一个学员是温哥华的，他现在在东南亚有一个投资，这几天在签一个合约，大约价值2亿美金啊，他就问我，找同学给我捎话来问，最后我就跟他见面聊一聊，师父保佑我得签那个东西，但是呢，哎呀，我很矛盾，我想参加这个班，师父你帮我选择一下，我选什么呢？我说选吉祥，他太太就拽他，你选钱嘛，我说那你自己决定。师父我选吉祥。我说你这人真是大富大贵的命啊。他太太说去的晚了之后那合同没了呢。我说这是真说不定，你自己决定吧。咬了2天牙呀，2宿没睡觉，老两口来找我，眼圈像熊猫一样。哎呀，不知做了多少侧饭，最后找我，师父我留下来。昨天晚上告诉我，那个2亿的没了，现在变成6亿，在等他签约。这就是那个吉祥，所以吉祥了，这个比富贵要好啊！有吉祥才会有一切的美好。你能得到一尊佛菩萨的祝福，能得到一个真正慈悲的人的加持祝福，我觉得就差不多什么都有了。我说真实的话。好，希望大家都能得到。好，谢谢大家。
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忧忧无虑。因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